各位新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来给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神奇的游戏市场，其中大家最想知道的后分星盘是怎么来的，二手全新又是怎么回事？希望借此能对大家的游戏人生呢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那么在说这个之前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游戏算是二手游戏呢？传统意义上来说，就是这个游戏盘被你打开、插入主机，并且玩过之后呢，就算二手了。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游戏玩家朋友们呢，都会选择将这张盘贱价的卖出，从而来减少自己的游戏成本。这种行为的本身呢，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因为毕竟现在不管是任天堂也好，索尼也好，哪怕是微软呢，都不反对二手游戏，并且没有限制同一张光盘可以在多少台游戏主机上运行。也就是说，你只要经济宽松，大可以买个首发凑个热闹。而如果你经济不宽松呢，也不要紧，大量的廉价二手游戏可能会拯救你。这个看似可以照顾到上中下全部阶层的游戏生态，让你感觉好像自己找到了再生父母一般。那么问题就来了，在这么一个良心一逼的这个游戏生态里，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二手全新和后分星盘呢？那就需要将我们的目光转向岛国。在岛国，一个年轻人买了一份游戏光盘之后，可能打通了，但也可能没打通，基本上都会在他玩这个游戏的半年到1年左右的时间呢，将这张盘卖给秋抠鸭中古屋啊，意思就是卖二手的，我们这边理解为游戏二手商。那么一般售游戏的价格呢，都是这个游戏原价的40%到60%左右。当然这里是指常规价格，也有很多人什么挂99%啊，挂100%，他们有没有卖掉我就不知道了啊，呵呵。然后这个二手游戏商呢，会以收来的价格的加值10%到15%的幅度呢，挂在店铺里卖，并且还会在包装壳的外壳上敲上2个大大的中古2字。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还会慢慢的降价，甚至降到远低于游戏收获来的价格。可能看到很多朋友都会想，这个店家是不是沙雕呀？然而我要告诉你，在岛国这种个体户呢，一个个都是非常守规矩的，而且非常耿直，包括玩家。同样的生态呢，放在我们国内就会产生一些神奇的化学反应。那么为什么会在我们这里会形成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呢？原因有3点。其一呢，是因为我们的肝呢比别的人要多得多得多，我们已经是全世界假水消化第1大国了，对吧？这个打游戏也是这样子，根本不把自己的肝当成肝的。鬼泣5知道吧？我比你们早拿到盘10几个小时。然而当我第2天醒过来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粉丝就跟我讲，哎呀呀，我已经通关了。我他妈同样的情况呢，以前玩这个女神异闻录5的时候呢，也发生了啊。那个时候我给你们一边翻译一边直播，生生活活的给你们播了30多天。这位朋友呢，其实在第4天的时候就已经通关，然后给我一大堆剧透。哎呀呀呀呀，这个是25仔，这个是25仔。真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想把他拉黑，但是呢，想想又算了，这是自己粉丝。那么你说国外没有吗？国外肯定也有爆肝的朋友，但是呢，人家呢不会马上把盘给出掉，而我们这边呢，为了早点出盘，那可谓是争分夺秒。你想，这个除了鬼泣5这样的尴尬盘，对吧？别的游戏，如果你能在游戏发售3天之内打完，你这个时候再卖掉，跟新盘有什么区别？稍微控制的好点，分分钟白嫖啊！你像我风花雪月380买来的，有些人350买来的，打得快点，3天就已经2周目了。3天的状态下，你标350块钱，马上被人收掉，这就是所谓的原价白嫖。那么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们都非常的气愤，为什么我的那张350的盘就是没有发，到现在还没有发？想要搞清楚这个的话，你就不得不知道这个游戏市场的第2个秘密。在说这个秘密之前呢，我跟大家聊一起发生在1997年的一起真实的事件。那一天呢，有一位大佬呢，在游戏机店订购了一份正版呢，他到货了。那个年代，不论是谁呢，想要买上一张正版光碟呢，都不容易。回到家之后呢，打开光盘之后呢，想欣赏一下呢，也无可厚非。他看得非常小心翼翼、仔仔细细。然而在无意之间，他突然发现不太对劲。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当时的 PS4 的游戏正版盘，它的导怪的背面是黑颜色的。哎，那个大佬在游戏的盘的背面发现个明显不是自己的手指印。嘿嘿，这大佬呢，当天晚上呢就爆炸了，一路冲回游戏机店呢，想问老板要个说法。这老板呢也没有怎么掩饰就跟他明讲，因为当时汇率的问题呢，正版盘呢可能已经涨到接近500块钱了。但是呢，这个大佬预定的比较早，他又不好意思跟他讲，于是呢花了高价从别的渠道呢买了一张盘给他，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盘呢是不是已经被别人用过了，并且表示呢，这个如果你不要的话呢，这个盘你就原价还给我。那大佬呢看了店长呢也是蛮有这个态度的，那么就算了。而其实这个大佬呢就是我家表哥，而买游戏的钱呢全都是我哥的这个压岁钱。他买这份游戏的唯一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阿雅姐姐实在是太漂亮了。现在想想全是当年 SE 的阴谋不对，那个时候只叫史科威尔。不过呢，好在那个年代呢这个游戏盘都没什么内涵的特点又不是说被你玩过了，我的阿雅姐姐就是少了个胳膊，少了一条腿什么的，对吧？指纹一擦就跟新的一样，只要有爱，这都不是事儿，对吧？而且后来每当跟我哥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都跟我说合算的，合算的，对吧？毕竟便宜100多啦。好
好像我们又扯远了啊。不过呢，这的确是我亲身体验的最久远的一起事件了。然而因为当时呢交易手段的匮乏，这个市场呢都非常的小。然而在网络发达的20年后的今天，一个神奇如同聚宝盆般的市场呢腾空问世。这个市场的消费者呢有2个固有的思想：第一，同形即同货，意思就是呢你他妈样子长一样东西，凭什么质量不一样？只要外形一样呢就是一样的，呵呵。第二点，同货贵为罪，意思就是大家图片都是一样的，货都是一样的，你他妈卖的贵，你他妈就是奸商，就是黑店，嘿嘿。这么一个拥有如此惯性思维的市场呢，瞬间成为了各大厂商的金窝窝。顿时间啊，这个人家挖过矿绝对卖不掉的显卡呢，别人保修过的游戏机啊，生产线上有点小问题的产品啊，全部流入了进来。你别看这些东西都有毒啊，你只要保证看上去外观够新、够便宜，屎都可以给你吃出咖喱汤的味道，而且巴不得你用坏啊！你坏了给修呀，修几百块钱修嘛，修不来。看到这你可能会说，那些人都是傻子吗？不会跳起来吗？是的，要是放在国外，让人家在这种垃圾里边挑好货去吃，人家分分钟揭竿而起啊！哎，为什么在我们这边就一点事情都没有呢？那就要说到第3点，面子文化。相信很多朋友们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你买了一个东西之后呢，当你说出多少钱买的时候，突然间就跳出个谁，哎呀，我买的比你便宜啊，哎呀，我只花了多少钱。相信屏幕前的您呢，肯定跟我一样，巴不得顺着网线一路摸过去啊，狠狠的揍上他几拳。但其实您可以大可不必，因为1分钱1分货，便宜买来的东西呢，肯定哪里都会有点小问题。而且最搞笑的是，这些人呢，他们被坑了里面的绝大多数都不会说话的，毕竟覆水难收啊，装出去的逼是没这么容易收回来的。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就把气咽在了肚子里的，还有一些咽不下气的人呢，会天天想着怎么弥补自己的损失，最后可能会把这些东西呢重新坑给第2个人。前者因为一直忍气吞声呢，内心会积攒非常多的怨气，所以他们看谁都像奸商，看谁都是黑店。后者今后如果开始经商的话呢，就会变成一个无良商贩。我没有骗你啊，这个道理在我们游戏行业也是一样。每一个电玩店的老板呢，他曾经何时呢都是一个游戏玩家，只不过其中有一些人的初衷呢并不善良。那么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对这个神奇的市场呢有了一定的了解了。现在我们终于又可以回过头来说2手游戏了啊！分明是你自己瞎扯这么远，就他妈你话多啊！总之呢，在同形即同货，同货贵为罪的原则下，只见一家店跟一家店在比价，比到什么程度呢？比到一张盘最多赚5块，最少赚几毛。天，赚几毛钱，那些店家都不用养家糊口吗？而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些身体里有很多肝的朋友们成为了他们的救星。能卖到380的风花雪月，我350收回来速封一下之后，淘宝店365块钱一挂，分分钟就没有了。那一张盘从几块钱就变成了10几块钱的利润。那么一张盘如果能赚上10几块钱的话呢，那么一个月卖上几百张呢，也是可以养家糊口了。到这一步为止呢，你要说商家这个行为很脏呢，其实呢也很难说出对错，更多的我觉得倾向于这种互利，比如说可以快速回血。这我没跟你开玩笑 ，PS2、PS3 的年代，一张正版光盘你不半价挂在网上挂2-3个月是卖不掉的呀。但是呢，什么事情呢都没有想的这么好。本以为只有第一批的人干很多，谁知道第2批、第3批的人都干很多。等游戏发售了1-2个礼拜的时候呢，碰上第一批打得比较慢的，这个时候会出现大量的回血盘，怎么办？吃呗，怎么办呢？面对这样子一个奇怪的市场，2手新盘的这个回收呢，已经变成更加的组织化、系统化。而且只要做到回收之后呢，这个塑封的比较好啊，看上去像新盘一样，因为同形即同货嘛，看上去一样就是一样。再加上价格会一直下降的话呢，这个自然不会缺人买。再有就是你身体里肝要是够多，要是够猛，你的淘宝 ID 什么的都会被人记录。下次有新盘出来的时候，最便宜的价格就会优先发给你啊！什么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你换一家店铺，或者是换一个淘宝 ID， 你看他还不会发货给你？你也不想想，同样是这么便宜的价格，人家等1个月的都有，怎么第一个就发给你了呀？当然，如果你要说你凭本事爆肝，我也无话可说。然而我一直在想，像这样你回血回给我，回血回给他，回到最后这些盘都去了谁手上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在17年的时候呢得到了答案。当时我问了一个在日索尼的工作的一个朋友啊，这个回血盘回到最后回到哪儿去了啊？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这个回血盘呢，这个在辗转周注之后呢，很有可能去了非洲或者是巴西啊。说实话，当时我听到的时候也有点半信半疑，直到我在网上扒到了这么一张图片，一位海外玩家呢，在一个2手游戏店里面买到了张游戏盘，打开这个盘之后呢，发现这个盘的正面呢有很明显的涂鸦。出于好奇呢，他发到网上问朋友啊，这个涂鸦到底什么意思？然后有网友帮他查了一下，这个涂鸦的意思是 I'm5， 可能是之前那个玩家对你的一种祝福，希望呢你跟他一样也 I'm5 一下。
当然，除了二手全新市场以外呢，这个市场呢还有一些衍生产物啊，其中呢是现在非常常规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后分星盘，目的呢只是为了降低游戏的成本和更早的发售游戏。那么大家众所周知，这一张光盘加上它的外壳呢，其实它的体积并不算小，几十张甚至上百张叠在一起的时候呢，目标特别的大。那么这个时候呢，运输团队就想出个办法，将这个盘还有分面啊，还有外壳三个东西呢分别的拆开，盘跟盘叠在一起之后呢，目标反而会变得非常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外壳跟封面呢肯定会产生损耗。这种时候你又不可能说我就拿着里边东西去卖了，我就求求你相信我，这个真的是新盘。哪怕你把缘由全都告诉买家，买家只会回答你一句话：嗨，介绍活该。在这个奇怪的同形即同货的市场里，倒过来说，你要想让买家觉得货是一样的话呢，你的形状必须先一样。但是呢，有的时候你想补这个官方外壳补不了，盘已经到的情况下，你再不赶快速分的话，那可是要亏的很多的呀。这种时候怎么办？没办法，只能这个硬着头皮呢自己去模仿一个这个外壳呢，结果这个做工呢可能比不上官方啊。然后呢，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很多朋友们呢都给找出来了，现在打假了，对吧？打假呢肯定是要打的。然而20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靠着这一套流程买到游戏光盘的这个道理呢，我们也是要知道的。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呢，我推荐你可以去买那些非后分盘，虽然呢它的发售日比较晚，价格呢也会比较贵一点。然而这对广大的回血玩家朋友们来说呢，他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老子配的可是3天爆肝原价白嫖啊！他们身体里的肝真的是比你多。当然，我不是包庇什么后分星盘啊，它有很多不好的地方的。众所周知，首发盘的这个价格呢，每个国家地方都是不一样的，甚至还偷跑。这些盘呢，也会莫名其妙的转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后分星盘的这个市场里，因为便宜啊。而且这些游戏往往都自带中文字幕，到了内陆外壳一套皮一换，就变成一张港版了。当年那张《恶灵古堡7》，你们还记得没有？封面明明是 Made in Hong Kong， 后来出 DLC， 我这个港服上下的 DLC 不能用的，知道吧？你问店家，店家因为他进货渠道他也不清楚的。最后我自己试出来，竟然是韩服的。其实这还没有什么，最气的是我港服下的那个 DLC， 他竟然不让我退款一个。哎呦，每当想起我买了2份这个 DLC 我就别提多羞闷了哟。这当然是个笑话，但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马上9月份这怪物猎人大型 DLC 要来了，你们有多少人确认过自己的盘是港服的吗？推荐可以去港服买一个什么几块钱的这个小 DLC 试试看啊，可以用就是港服，不可以用，对吧？悲剧。假冒伪劣商品呢固然可恶，但它为什么就会有市场？大家也要去想想。凡是只想单纯的分一个黑白不难，而作为从事这一行的 UP 主呢，我觉得我有义务呢将这个黑与白后面的故事呢告诉大家。至于你想怎么选，走哪条路，全靠的是大家的自觉。而且你倒过来想，如果二手市场是这么的不好的话，作为平台开方直接把它禁了不就欧了？为什么不这么做？是因为这样子可以激起消费，许许多多人会在实体店门口排队买游戏，形成一种消费的浪潮。而这种效应呢，在我们这边呢是以另外一种奇怪的形式出现的。曾经有位海外的市场专家说过，我们的市场呢就好比是一场橡皮筋魔术，绝大多数的商家呢都要绞尽了脑汁去考虑如何才能用这根橡皮筋变出华丽的魔术，从而吸引买家掏出他们的腰包。在这其中，谁能用越少橡皮筋越少的成本变出华丽的魔术，谁就能占领这个市场。然而不论是买家还是商家，谁都没有关心过这根橡皮筋什么时候会断掉。一个臭泥坑摆在你面前，估计没人会往下跳。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跳出来跟你说：“哎呀，我在臭泥坑里找到一块宝啊！”第二天他妈的一个接一个的再往里面跳，根本没有人会质疑这个挖到宝的人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在这个烂泥坑里，几乎所有的人就只求想吃上那么一口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那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无可厚非，侥幸心理谁都有。然而，有人吃到过那块馅饼吗？